牛油果号称是植物界的优质脂肪，鸡胸肉可以说是动物界的树皮或者树根了，以又干又柴而著称。所以难道没人觉得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能够完美的取长补短吗？至少我目前是这么猜想的。就来做一个饺子验证一下好了。我总觉得冷冻的鸡胸肉特别的没有鸡的鲜味，而且有时候还会有点臭，所以还是不远千里的去买了一块新鲜的。好吧，可能没有千里，切小了就直接扔绞肉机里。绞肉机绞鸡胸肉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，它没有太多什么筋膜之类的，很快就碎了，这程度应该差不多。再来是牛油果的部分，这个牛油果虽然个头有点小，不过看它的皮已经成熟了，不知道里面还好不好。还行，略有点发黑，在接受范围内吧。下一个呢？这个很不错，应该2个就够用了。我打算直接在这个绞肉机里混合算了，但是鸡肉好像多了点，我先拿走一些，就把牛油果加进去，划几刀肉应该会比较容易挤出来。结果我发现不划好像也挺好挤出来的，葱姜水之类的我就先不加了，就加点盐和白胡椒，否则感觉会有点奇怪，而且我就更能尝到原始的原味了。油那就更应该不用加了吧，不然岂不是看不起牛油果的一身脂肪？我就直接用绞肉机来搅拌了。这个质感看起来不错诶，颜色也好看，像是某种开心果冰淇淋。又是想吃冰淇淋的一天。关键是我发现它作为一个肉馅不太臭，甚至有股清香味。开始包饺子，这个馅的质地也有点像冰淇淋，是有点半固体的状态，所以其实还不太好包。馅不能放太多了，否则就会挤出来。或者下次我可以稍微冷冻一下馅，让它更固体一点。今天我用的饺子皮是买的，其实如果我勤劳一点，应该用全麦面粉之类的自制饺子皮，才对得起它的馅料，就更符合对健康餐的想象。但是我有10万个理由可以说服自己，比如健康餐也会用白面包啊，而且他们的面包里甚至还有糖。再比如一会儿会蘸酸的调料吃，就能让饺子更健康一点。再比如包饺子本身就是一种运动，等于是还没吃就先锻炼了，我就不继续举例了。我今天好像还是把馅弄多了，算上这个我已经包了18个饺子，要不就先包这么多吧。趁烧水期间简单来做个饺子的蘸料，切点香菜放碗里，再剁点蒜末。感觉牛油果饺子会很适合类似南美风情的蘸料，所以我就不加油辣子、酱油和醋了，改成小米辣以及柠檬汁。生洋葱我有点不想加，而且关键是我今天也没有，就略过了。说真的，这个挤柠檬的工具非常难用，特别的费力，可能唯一的优点就是可以过滤一下它的籽，来把我珍贵的费了牛劲挤出来的柠檬汁倒进去，再简单加点盐，加点水稀释一下。今天这个清爽酸辣的蘸料就弄好了。水开了，来煮饺子，做成蒸饺应该也不错，但是我今天比较想吃煮的。锅里的水稍微有点浑浊，可能是因为被挤出来的一点点馅被煮散开来了。煮了几分钟了，这个馅应该很好熟，就出锅。我觉得捞饺子这个活动特别的有满足感，是整个做饺子的流程中我最喜欢的一环。我觉得看着挺好吃的，或者说看着和普通的饺子毫无区别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饺皮比较厚的缘故，看不出来里面的馅透出的颜色。我来切开一个看看好了，怎么这么小清新？不过又有点莫名像蚕豆。我先来吃口原味的。首先最大的感觉就是鸡胸肉一点都不柴，整个馅料的口感有点像某种奶酪，甚至味道也有点像。牛油果就是毫无怪味，它也没啥甜味，有一点坚果香味和浓郁的口感。整个馅料是没有加过水的，但是吃着感觉是有汁水的。好吧，看来还是得承认牛油果毕竟是一种水果。这饺子真的越吃越像那种意大利奶酪饺子，毫无奶制品却营造出了奶制品的氛围。而且猜想的一样，鸡胸肉和牛油果真的取长补短了。不过吃着吃着就会发现，这个饺子和奶酪饺子有一个相同的问题，那就是腻人。我已经开始腻了，好在还有一个酸辣的蘸水在一边安静的等待。这回就是酸汤灌饺了。
搭配了柠檬蘸水也是好吃的，但是味道就会有点突变成热带风味。其实墨西哥牛油果酱就是搭配这些柠檬啊、辣椒、香菜之类的，所以本来就是互相搭配的东西，味道倒是和谐的。不过即使我今天的蘸水出奇的辣，我发现吃到后面我还是腻。我悟了，牛油果就应该只作为其中的一环，还应该再搭配一个有味道的蔬菜进去，比如说香菜啊之类的。韭菜我是有点想象不出。后来我真的用剩下的材料包了鸡肉、牛油果、香菜馅的饺子，已经成功的能透过皮看出绿色来了。至于说它的味道，只能说仿佛是不腻了一点点，但也好像只是一点点。这个奶酪的厚重感简直是挥之不去，连香菜的存在感都很弱。最后只能说好消息就是因为饺子比较腻，所以你就会比平常的食量少吃几个，堪称是无痛控制饮食了。